我现在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啊，今天要去看火山。看这里乌兰哈达火山地质公园，不是看一座火山，是看一群，一共有8个火山呢。身后这个是5号火山。这里有个地图啊，看一看，对着地图看一下这个火山的分布。我现在在这里5号，旁边是6号，还有7号、8号、4号、3号、2号、1号，一共8个火山啊，全都看一下。这个火山它就位于内蒙古的大草原上的啊，1万年前它喷发过。你看这个好辽阔的草原上，居然有8个火山啊！这个是6号火山。这地方停车不怎么方便啊，他们都把车停在这路边。先到5号火山去看一下，这个就是5号了。它是整个火山群里面保存最完整的一座火山。它是由火山熔岩和火山的渣锥组成的啊。它这个底部直径是780米，高度是85米啊。现在我要爬上去了。火山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踩出来一条路了。哎呀，你这火山下面看好多这种黑色的石头呢，这都是火山喷发留下的石头啊。这个石头有个特点，就是非常的孔和洞，你看这个小孔，这都是以前这里面是空气被挤走了以后，就像这个孔啊洞啊的啊。这个适合搓脚后跟的死皮啊。有没有想要的呢？给你们带一个回去。这非常多啊，可以捡一个回家做纪念的。这里的风特别大，帽子戴不住啊，把帽子摘了。而且有点冷呢，把外套也穿上了。草原上的风没遮没挡啊，又晒又冷。再往上走就变成这种碎石子路了，还特别的滑呢。哇，已经开了登顶了。哇，这就是火山口了啊！哇，这里面像一口大锅一样，也像一个卫星接收的那个天线啊，可能在接收宇宙。这个锅的直径190米，它的深度26米啊！这山上的风也太大了吧，感觉要把人吹走似的，而且说话声音都听不清楚了。好不容易爬上来了，我沿着这火山边缘走一走吧，看看风景。正好在这里啊，就可以看到旁边的6号火山，就是那个黑乎乎的啊。这个6号火山它也太黑了吧，黑乎乎的，跟黑炭似的。因为它已经被开采过了，就是保存不完整了，把里面的那个露出来了。远处2个小尖尖是7号和8号火山。现在到这个黑火山去看一看啊。从这里看一下5号火山完整的全貌啊。5号火山转完了，现在去6号火山。6号火山这下面有很大一片停车场啊，可以把车放在这里，还可以骑那个沙滩摩托车呢。这后面就是6号火山了。你看这个火山全是黑不隆咚的呀，好黑呀，跟我们山西的煤炭一样黑呀。你看他们有很多人穿着宇航服的衣服进去拍照啊，假装在火星，这种感觉。这就是那个网红电话亭了啊，在这里既可以看到5号火山，也可以看到6号火山。哇，穿个宇航服在这里拍照，确实是很有感觉呢。你看这个牌子上写的，这辈子到不了火星，一定要去一趟乌兰哈达火山。挺出片的啊，这里电话亭这里是最佳机位啊，是个网红景点啊，必须得在这里拍张照啊。各种宇航员都来了啊，宇航员大聚会。在这儿拍照不要戴头盔啊，不然戴上以后也分不清谁是谁，看不清脸啊。
头盔把脸挡住了。But why, some say, the moon? Why choose this as our goal? And they may well ask, why climb the highest mountain? Why 35 years ago, fly the Atlantic? Why does Rice play Texas? We choose to go to the moon. We choose to go to the moon. We choose to go to the moon in this decade and do the other thing, not because they are easy, but because they are hard. Because that goal will serve to organize and measure the best of our energies and skills. Because that challenge is one that we're willing to accept, one we are unwilling to postpone, and one we intend to win. 现在开车去3号火山啊，他们离得都不远，有个几公里的距离吧。这路修得非常好。哎呀，今天真的是白云朵朵呀，蓝蓝的天上白云飘。你看草原上这个路修得多直呀！这个就是3号火山了，这也是唯一一个铺设了木栈道的火山啊，坡度比较缓，老人小孩都可以走上去看一看的，适合徒步到顶上啊。它这个底下的周长700米，高度是80米。最后这几个台阶也是挺陡的啊，走的是气喘吁吁的，走了10几分钟啊，这就到顶了。哎呀，也是一个大锅呀，是个大坑，就看这个坑的啊，这个直径啊180米，深度是30米左右，这坑里面长满了草呢。哇，好像中间是一个太极八卦的样子呀。这个火山喷发出来的岩浆往南流了20公里呢。站在这点上给大家看看这8号火山啊，你看1号、2号，我站的是3号，那里是4号、5号、6号、7号、8号，全都看到了啊。这个地方目前是免费景点啊，停车也是免费的，但是交通不方便，需要自己开车来啊。哎呀，站在这顶上和蓝天白云合张影啊，太美了。火山转完了啊，用了3个小时左右，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啊。这里正好有个地图。其实这8个火山呢，大部分人也就玩个3号、5号、6号这3个火山。其中呢，体力好一点的去爬5号火山，中老年人体力不好的去爬3号火山。这2个都是可以走到火山口的啊。然后6号火山呢是拍那个模仿登火星的那个照片的啊。其他的火山呢，开车路过看一下就可以了啊。还有一点就是这里的风那是相当的大呀，真的能把人刮跑的那种啊。还有一点就是这里目前是免费的，大家还没有来的朋友赶紧来啊，以后说不定会收费，现在正在建设中呢。好的，这个视频呢，我还是第一次知道我们山西也有火山的啊。看这里大同火山群，它不是一座火山，是一个群，有32座呢。哇，它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发育在黄土高原上的火山啊，那必须得去看一看啊。前2天我刚在内蒙古的乌兰察布看过火山啊，以前呢也看过云南腾冲的火山，还看过海南海口的火山。哇，没想到我们山西家门口就有火山啊，那何必舍近求远去看别的地方呢？走吧，看看家门口的火山。这个地方火山太多了，不可能每一个都去啊，我们只需要挑其中几个比较有名的去看一看就可以了，都在这牌子上写的呢。先去昊天寺，这个寺庙非常特殊，它就建在火山山口上啊，这真的是全世界独一份的，一定要去看一看。
然后老虎山呢，因为那个火山长得像老虎啊。狼窝山是因为它的形状像狼窝。金山呢，是因为火山上面有很多矿石之类的，太阳光一照射上去，就像金子一样。黑山嘛，就全都是黑的。就只转这几个火山吧。先去昊天寺看一看啊。大家看远处鼓起来的山包，那都是火山。哇，这个地方是不要门票的啊，而且这个路修的这么好，没想到啊。远远的已经可以看到这个寺庙了啊，就在这火山顶上的。你看这个是不是圆锥形的火山？可以直接开车上山来啊。这就是寺庙门口了，有佛塔，有观音雕像，也可以到那个山顶去看风景啊。寺庙也是免费的。哇，转到这边来看风景，这下面呀就是大同的云州区，看看非常清楚啊。大家知道吗？这个云州区就是以前幽云16州嘛，云州指的就是这里，幽州啊指的就是北京那里。而皇帝石敬瑭把这一大片的土地都让给别人了吗？好像是什么时候才收回来的呢？明朝才收回来的吧。现在到寺庙上去看一看吧，爬上去啊。昊天禅寺，这个寺庙始建于北魏时期啊，距今已经1600多年了。北魏当时定都这个大同嘛，还修建了云冈石窟啊，这都是当时的这些建筑。哇，到山顶了。以前这个山呀，它喷发过2次呢，在30万年前喷了1次，又过了10万年，第2次喷发。所以这个火山是唯一喷了2次的火山啊，现在已经是死火山了。哎呀，到顶了。哇，到那边看风景吧。哇，车都可以开到这里来啊。哎呀，寺庙就建在火山口里面啊，在这里面完全感觉不到是在火山上，简单看一眼就行了。去另一个火山，开车行驶在火山脚下呀，哇，这火山真的是一个巨物一样。这个就是金山啊。岩浆外流的时候闪闪发光，像金子，所以叫金山。海拔1369米，哇，那顶上确实有人呢，大家看，好高啊！这个山要不要爬上去呢？从这里有一条路可以上去啊，都是野路。你看这里被人为踩出来一条路，这些都是老年人啊。算了，我就别上去了，因为我看到那边那几座山有栈道呢，我去走那个有栈道的山吧。每一个火山下面都有很大的停车场啊，车子放这里去爬山。沿着栈道往上走啊，这个是狼窝山，看看像不像狼窝呢？要走到山顶上才可以看到。爬了10分钟到山顶了。哇，大家看过火山口是什么样的吗？看一看啊，就是这样的，是一个大坑。这坑好大呀，直径610米呢。大家算一下，它在周长是多少？2派 r， 周长就是2公里啊，可以绕着它走一圈的。这个火山它深30到50米呢，是所有这些火山当中最深的一个啊。这里面的植被好茂盛啊，我估计是人工种植的啊，因为它排列的非常整齐，一行一行的。可以想象一下，它在30万年前喷发时候是什么壮观的景象啊！现在虽然看得很美，但喷发的时候应该就是人间地狱了。我顺着栈道走一走，感受一下这个万年火山的气势。哇，从这里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刚才那个金山，这也不发光呀，为什么叫金山呢？这个金山像一朵蘑菇一样啊，这边比较陡，这边稍微平缓一点，所以从这边可以慢慢的走上去啊。是，
然后这边有一个黑山，这是整个火山群里面最高的啊，海拔1429米。它四周围也很陡的，有很多的沟壑，所以也是比较难攀登的。看，这又连着2座呢，这个叫老虎山。然后对了，我在的这个叫狼窝山嘛，还没有看它像不像一个狼窝呢？这火山口里面像狼窝吗？这就是火山石了啊，就跟燃烧过的煤炭似的，黑乎乎的。但是这个火山石上面的，看有很多的孔啊，这种洞，这是因为里头有空气有气泡，后来冷却了以后气泡就跑了，所以形成这些孔啊。这是火山石的特征啊。现在到了老虎山了啊，这个山呢是可以直接把车开上来的，大巴车都能开上来啊。在对面，山顶就是这样了啊，没有那个坑了呀。这山顶是平的，有很大一个火山石，戳脚石啊。你看这里也是有很多孔的，这么大一个啊，那小的估计被人捡走了，这大的很难得啊。有很多的骑友啊，还有个观景亭呢。哇，这上面的视野真好，可以看到刚才的那个金山，还有那个狼窝山，还有后面的黑山，都可以看到。这上面还挺热闹的，这么些人呢。这里有一些介绍啥的啊，资料介绍。哇，站在这里看风景，这视野太开阔了啊！哇，绿油油的一片，赏心悦目呀。那边还有几个火山群呢，就不去了。有代表性的几个看看就行了啊。我现在在河北张家口，今天自驾游这个草原天路啊，著名的草原天路。那个大门在哪里呢？没有找到，只找到一个这个指示牌。哇，这边好多车呀！你看那边是一大片的花海，远处山顶上还有很多大风车。这一片风景确实很美啊。它这个草原天路分的东线和西线，我今天呀走东线，明天看情况去西线啊。还有骑自行车的呢，顺着这里往前开啊，东线有100公里呢，要开好几个小时。看那个大风车特别美啊，今天天气也给力。哇，这大风车下面好多马呀，可以骑马的，还有骆驼。把车停在这里啊，因为我找到那个大门了。看草原天路这个大门在这里呢，距我刚才拍照的那里啊，有个好几公里，开车一会儿就过来了。哦，这里应该才算是起点吧。这个是标志性的大门呢，好多人都在这里拍个照啊。然后那里是服务中心，这边还有个加油站。没加油的在这儿把油加满啊，这停车都是免费的，这两边全都免费，还可以吃饭啥的。哎呀，这地方的大风车是真多呀，这个风车离我这么近。废话不多说，现在我就要开车进入草原天路了。这个标志性的门头经常出现在各种旅游宣传手册上，是个地标建筑啊，很有名的。这一路上都是天高云淡，让人赏心悦目呢。在这样的路上开车真是太爽了。这草原上怎么还有摩天轮呢？这什么情况？这个东线它的终点站啊就在画皮岭呢，看这个牌子上写的，到画皮岭就结束了。我轿车当越野车开了啊，开到前面山坡上那个大风车下面。这里的观景点非常多啊，看到自己喜欢的景点就可以随时停车下来看景了。爬到前面这个小山包上面，这里有个大风车啊，哎呀，可以拍那个
风车从地平面上升起来，这种感觉有没有这种感觉呀？哎呀，哇，好辽阔呀！这小山坡上面风还挺大的，草原的风，草原的雨，草原的羊群呢？没看到羊群啊。和大风车来张合影。哎呀，今天是9月16号啊，这个季节来草原呢，这草都变黄了，看，不是绿油油的感觉了啊。最佳日期是7月和8月。不过可以看看辽阔的草原，心胸都开阔了啊，还是有很多草还绿的呢，还可以抓住一个小尾巴。草原上的温度不冷不热啊，正好，穿个短袖正好啊。之前还看很多人的攻略，说是要穿个棉衣呢，不至于吧？这大夏天草原上没那么冷啊。现在9月份了，穿个短袖正好。又到了一个叫断崖的地方，大家都停车在这里去看断崖呢。什么是断崖呢？让我看一看。哇，要走到那里去，这里就到断崖了。我看看啊，哇，果然是啊，这是悬崖。哇，好高啊！哇，这下面是个盆地呀，大草原盆地，也可以开车从那边过去，确实是非常辽阔呀。还可以骑骆驼、骑马，草原上怎么这么多骆驼呢？我在仰望月亮之上，有多少梦想在自由的飞翔。昨天遗忘，风干了忧伤，我要和你重逢在那苍茫的路上。生命已被决议，潮落潮涨，有你的远方就是天堂。身上我的灵魂早已留下满身气，满身路。Oh yeah， Oh yeah， 看见的看不见的瞬间的永恒的起头章啊，大学表演。Oh yeah， Oh yeah， 我的心上，谁在呼唤？谁在呼唤？情深一场，让我的渴望像白云在飘荡。东边牧马，西边放羊，一啦啦的情歌就唱到了天亮。在日月沧桑后，你在谁身旁？用温柔眼光让黑夜绚烂。身上我的灵魂早已留下满身气，满身路。Oh yeah， Oh yeah， 看见的看不见的瞬间。这边有一个草原天路的示意图，看看它这个东线西线是怎么分的啊。这边是张家口市区，这边是张北县城，这个天路啊就在他们家中间夹的呢。这里黄花坪游客服务中心，这就是那个大门啊，草原天路的大门。从它往西走就是西线，往东走就是东线。西线啊有个30公里左右，终点站是白龙洞啊，沿途也有好几个观景点。然后东线啊比较长，有100公里呢。终点站是这个画皮岭游客服务中心，从这里出来直接可以上高速，就可以去到张家口市区了。哇，我现在才走到这里啊，走了这么一点点啊，后面还有这么长一段呢。这东线全部走完需要5、6个小时呢啊，因为沿途要不停的下车去这些景点去转去。我没有走完全程，
在一半的时候就开车到这个张北县城了。晚上啊去吃个饭啊。这边有一个油面馆，来张北要吃个油面呀。油面窝窝，油面下鱼，全是油面啊。那个窝窝好吃，还有各种这些小菜之类的。再就是草原上嘛，少不了这些羊肉啊，但是这些我都吃不了。还有这些小鱼呢，这全都是羊肉。喜欢吃羊肉的可是爽了。外面没位置了，一个人做了个包间。看啊，那个油面窝窝，这是地方特色，一定要吃。我配的是酸菜，本来这里面是有肉的，这个蘸料里面，我特意要的没有肉的。人家都是蘸羊肉汤或者是那个牛肉汤什么的呢，还来了一个宫保鸡丁炒菜。哎呀，这个窝窝看一看啊，我很喜欢吃油面的，怎么都粘住了？这个蘸上酸菜吃，哇，再来一口，哇，特别香啊！这是我一个人的饭量啊，今天确实饿了。我现在河北张家口啊，今天继续自驾这个张北草原天路。昨天走的是东线，今天走西线啊，看看这两条线风景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这是西线的野狐岭出入口啊，就从这里开上去。哎呀，从这里开始啊，然后那边是东线，这边是西线。看这么大的这个标志牌写的西线入口啊，然后这个西线的终点站是白龙洞，到这里啊33公里啊，那个东线100多公里呢，西线33公里比较短。好，现在开车出发。今天是9月17号，正好是礼拜天，可以看到这边的车比较少啊。这个西线啊，主打的就是一个人少景美。它东线人最多嘛，很拥挤，怕拥挤的话就来西线啊。这一开始呢是一片的树林，路的两边都是各种树木，路况还是挺好的啊。然后今天呢是起大雾，你看这个能见度不怎么高的，路过一大片的花海，哇，这黄澄澄的挺好看的。这是什么花呀？好像是油菜花吧？这都什么季节了，怎么还有油菜花呢？好像确实是油菜花。没有人啊，这个西线主打的就是人少景美。到了鸡冠山景区了，这里面有栈道，过去看一看吧。鸡冠山就是那里有个山间涧，可以走到那里去看风景。这现在也是免费的啊，但是今天雾特别大，你看啥也看不到。远处零星的有几个风车，这跟东线比起来，这风车也太少了啊。风车下面还有一大片格桑花呢，这是叫格桑花吧，也叫做波斯花，有红的，有粉的，有白的，还挺漂亮的啊。在这里拍照，把风车也拍上，哇，是不是非常美？草全都黄了啊，这应该是别人种的粮食，种的小麦啊，都收了，堆成一垛一垛的了。你看，正在这儿收呢。秋天来了，好多牛呀！大奶牛呀，这个牛朝我走过来了。
嗯嗯嗯嗯嗯。开车到达西线的终点站白龙洞了啊！看看这个洞，这地方其实是一个大断崖。你看那里是一个悬崖，这个洞啊就在这悬崖底下呢。下面也是大片的草原，我就不下去看了，它就是一个溶洞。它是怎么形成的啊？火山喷发，那个熔岩流动啊，上层的熔岩已经凝固冷却了，下层的熔岩还继续流，所以这中间就有气泡。火山运动停止以后啊，这个流水就经过这些气泡流动，就形成这个溶洞啊。很多人说这草原上哪来的火山呀？是不是？确实有火山的啊！明天我就要去这个火山了，是一个火山群，在内蒙古的乌兰察布呢，离这里很近。到底是不是火山喷发形成的呢？你看下面这个岩石就知道了。你看这石头很多这些孔，这就是当时气泡形成的啊。空气在这里面，空气被挤走以后，就形成这个一个一个的洞了。这就是火山石。今天是阴天，这草原上确实是有点冷呢，加上这风呼呼的一直在吹啊。大家这个时候来还是要加个长袖的外套啊。而且这里晚上和早上的时候会更冷，确实是需要穿长袖啊。如果老年人的话，9月份来需要穿棉衣了。就是白天还好，穿短袖没有问题。早晚温差大啊。这就是草原天路完整的地图啊，它分东段和西段嘛。从这里开始算啊，往东边是东线，往西边是西线。昨天我走的东线了，今天走的西线啊。现在到了西线的终点站了，这条线就转完了。现在我要开车去内蒙古的乌兰察布了啊，明天去看火山。现在天气不早了，赶紧开车出发。上高速了，一会儿就到乌兰察布。哇，快日落了啊！看看这个天象。到乌兰察布了，车子停在下面，在市区找了个汉庭啊。这边的住宿挺便宜的，这汉庭110块钱。刚好他这里有洗衣机，刚才把衣服啊全都洗了，袜子、内裤全都洗一下。然后我车上啊还攒了几件其他的这个衣服，也拿着一起去洗了，而且还有烘干呢。全部都烘干了，太方便了。哎呀，喝点小茶水。这一天我都没有歇的啊，累死了。
一直在开车，然后到了酒店呢，又去洗衣服，吃个香蕉。啊，我这一天都很忙的，没有空于是这样。每天跑一个景点，又要做攻略，还要拍视频，还要剪辑，还要加字幕、回复留言、上传那么多网站，然后还要自己开车。哎呀妈，给我累死了！终于到达内蒙古了啊，开启我的内蒙之旅了。估计中秋和国庆也要在内蒙度过了。好的，就拍到这里了，拜拜，明天见。